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從一碗魚湯開始，林更新與趙麗穎為什麼讓全網自願嗑 CP？ 在內娛 CP 從來不稀缺，稀缺的是那種不需要官宣、不靠刻意營業，卻能讓旁觀者反覆回看細節，自動補全情緒邏輯的關係感。而林更新與趙麗穎恰恰站在這個罕見區間裡，他們的互動並不密集，卻總在最容易被忽略的瞬間被看見。故事的起點看似隨意，在早期發布會採訪中，趙麗穎一句輕描淡寫的吐槽：“她不是總說自己愛做飯嗎？我也沒吃過。”雙引號，沒有控訴，沒有情緒，只是陳述事實。而事實往往最容易擊中人。沒過多久，林更新開啟直播，親自下廚。過程中，他看似隨口的一句：“那肯定是有人愛喝魚湯啊。”雙引號，這句話沒有點名，沒有解釋。但當天，趙麗穎同步曬出喝魚湯的照片，這不是巧合，也不是官宣，它更像是一種被聽見後的回應。網友的評價很精準，不是秀恩愛，是給了情緒一個回聲。雙引號 CP 之所以成立，往往不靠甜言蜜語，而靠對比。在林更新的直播中，這種對比尤為明顯。當其他嘉賓進入直播間時，他的反應克制、禮貌，卻略顯疏離。而當趙麗穎出現，語氣、稱呼、狀態都會發生明顯變化。那種變化不是誇張的熱情，而是一種下意識的鬆弛。有網友總結得一針見血：他不是更熱鬧了，是更自然了。雙引號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在某次直播中，林更新明顯等待趙麗穎出現，直到遲遲未見，結束直播時神情低落。後來趙麗穎補了一句：“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”林更新回：“怪我沒張口。”雙引號，一句玩笑，卻被粉絲自動聯想到他曾因吻戲不張嘴登上熱搜的經歷。輿論風暴裡被罵得最狠的時刻，他一句話就能撫平。這不是 CP 濾鏡，這是熟悉到可以互相兜底的關係。當林更新與其他藝人互動時，若無其事地聊近況、聊綜藝，可一旦話題觸及知否，他的反應卻明顯變得謹慎。他沒有否認，也沒有回憶，只是迅速帶過。很多人以為這是沒默契，但更多人讀到的是不想消費，也不想被消費。當一段合作關係已經沉澱為私人記憶，它就不再適合被反覆提取。這種回避本身就是尊重。如果說語言可以偽裝，那身體反應很難說謊。在與鳳航的發布會現場，主持人示意收話筒，導演鄧柯的話筒幾乎遞到林更新面前，他沒有注意。而趙麗穎的話筒在身後，她卻主動回身去接。那一刻，鏡頭沒有給特寫，但觀眾看得很清楚。後來在殺青視頻中，林更新情緒失控落淚。細心的觀眾發現，他在那段時間裡數次下意識地看向趙麗穎。導演親吻她臉頰的瞬間，林更新短暫愣住。有人調侃他是不是以為是他？雙引號，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情緒最洶湧的時刻，他的第一反應方向是他。拍攝高難度戲份時，林更新需要將趙麗穎托舉起來，還未開拍，他已經反覆確認會不會不舒服。雙引號，直到趙麗穎明確說沒事，他才放下心。大結局戲份拍完，導演喊卡，趙麗穎仍沉浸在情緒中，久久未能抽離。林更新沒有說話，只是走過去，輕輕抱住她，一下一下拍背安撫。等她狀態平穩後，又給了她一個更完整的擁抱。這一幕沒有台詞，沒有鏡頭調度，
卻被許多人稱為最像現實的一次擁抱。或許連當事人都沒想到，這段關係最有意思的部分發生在粉圈，這是內娛少見的情況。正主感情狀態不明，兩家粉絲卻率先達成默契。他們不是互撕，也不是控評，而是主動跑去各路藝人評論區請求幫忙撮合。當這件事被刷進陳赫直播間時，他表面打哈哈，眼神卻寫滿“你們饒了我吧”。隨後，粉絲又自發去道歉，生怕給正主添麻煩。這種行為被網友評價為第一次看到這麼聽勸、這麼克制的 CP 粉。雙引號，在評論區裡最常見的不是克生克死，而是祝福。如果是真的，希望他們慢慢來。雙引號，不管結局如何，這段關係真的很美。雙引號，不是一定要在一起，但他們彼此尊重，這點就贏麻了。雙引號，成年人的感情本來就不需要高調。雙引號，這些評論沒有狂熱，沒有道德綁架，更多的是一種看見之後的善意回應。在我看來，這對 CP 真正打動人的地方，並不在於甜，而在於3個關鍵詞：真實、分寸、照顧。他們不急着證明什麼，也不急着否認什麼。他們允許關係被看見，卻不被定義；允許情緒流動，卻不被消費。在一個過度表演親密的行業裡，這樣的關係反而顯得稀有。如果把林更新與趙麗穎的關係放進時間軸裡看，會發現一個非常反內娛的特徵：他們從不搶時間，不急着在事業巔峰捆綁，不急着在熱度最高時制造名場面，甚至不急着回應外界的猜測。7年合作跨度，7年彼此見證，這在更新速度以月為單位的娛樂圈幾乎是反常存在。正因為時間拉得足夠長，那些被反覆翻出來的細節才顯得真實而有重量。不是某一次營業瞬間，而是無數次情緒反應的疊加。有網友說得很準，如果只是演出來的，7年早就露餡了。雙引號，林更新一直被貼着嘴欠浪子不按套路出牌的標籤，但越是這樣的人，一旦認真，反差越大。在趙麗穎面前，他失控過3次，殺青時的落淚，等不到他進入直播間的低落，他一句話就能化解輿論風暴的瞬間。這些時刻有一個共同點，都發生在他情緒最脆弱、最不設防的時候。這不是曖昧，這是信任。真正的親密關係，從來不是熱鬧時站在一起，而是低谷時下意識尋找同一個方向。趙麗穎在這段關係裡，從來不是主動制造話題的人。她不回應傳聞，不下場引導，不否認，也不默認。她做的永遠只是一件事自然的存在。喝魚湯的照片沒有文案，道歉的話語只有一句，合照、擁抱、互動，全都發生在非表演區。這種克制反而讓每一次出現都被無限放大。網友評價他的態度是：他什麼都沒說，但什麼都剛剛好。雙引號，很多人忽略了一個事實，這對 CP 之所以成立，是因為雙方人格底色異常匹配，一個看似不羈，實則重情，一個外柔內剛，邊界極清。他們都經歷過被審視、被消耗、被誤讀的階段，也都學會了如何在鏡頭之外保護真正重要的東西。所以他們之間沒有控制，沒有依附，只有並肩。這種關係在當下的輿論環境裡幾乎是奢侈品。值得單獨拎出來說的是這對 CP 粉的狀態，他們克但不逼，他們祝福但不施壓。當發現可能影響藝人時，能迅速集體道歉降溫。這種自覺退後一步的行為，在內娛幾乎不可複製。原因其實很簡單，
因為正主給了足夠的安全感，沒有故意餵糖，也沒有刻意斷糧，關係處在一個可看、可感受，但不必佔有的狀態。有人說，這一切不過是高階營業，但問題是，如果這是模板，為什麼別人用不出來？因為真正難複製的不是互動形式，而是7年不翻車的情緒一致性，面對輿論時的同頻沉默，在非公開場合的自然靠近。這些東西沒有劇本。正如一條高讚評論所說，營業可以演一陣子，狀態卻騙不了時間。雙引號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對這對 CP 投入如此多的情緒？答案或許很簡單，因為在他們身上，觀眾看見了一種理想化卻不虛假的關係樣本，成熟而不冷漠，克制卻不疏離，有分寸也有偏愛。在一個情緒被快消、關係被標籤化的時代，這樣的存在本身就足夠珍貴。無論他們最終走向哪裡，這段被記錄、被討論、被祝福的關係已經完成了它的意義。被看見是一種幸運，被溫柔對待是一種能力，而被祝福的從來不只是愛情，而是人。結語：被祝福的從來不是結果。或許未來他們會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階段，或許有一天故事會有一個明確答案，但至少在這一段時間裡，他們讓很多人重新相信了一件事：原來成熟的情感不需要喧嘩，被看見、被尊重、被溫柔對待，本身就是一種圓滿，而這已經足夠值得祝福。